据报道，拜登签署的400亿美元援乌法案，援助包括在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向乌克兰提供资金，其中将向乌克兰提供2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确保乌克兰能源源不断地获得先进武器。5月19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发表声明称，美国还将向乌克兰提供1亿美元的额外军事援助。这是自2021年8月以来，拜登第10次动用可由他直接批准的援外资金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在当天的记者会上宣布了新一轮对乌军援的内容。There will be 18 155mm howitzers, 18 tactical vehicles to tow those howitzers, and 18 artillery tubes basically is our equivalent of a battalion, an artillery battalion, and 3 AN/TPQ-36 counter-artillery radars. That stuff will start to flow very, very soon. I cannot give you an exact date of when it's all going to show up in Ukraine. 拜登政府此举已经不能简单的用拱火来形容，而是火上浇油，就是让乌军拥有持续跟俄军对抗的能力，不想看到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不过，有分析提出质疑，从公开的武器来看，美方提供的武器都是精简版或者是老旧装备，难以对乌克兰作战能力起到实质的作用。科比所说的155毫米榴弹炮，实际上就是 M777 榴弹炮。目前，美国等西方国家一共支援了乌克兰100门 M777 榴弹炮，能组建5个18门制的炮兵营，可配属于5个作战旅。不过，从俄方拍到的照片来看，美国提供的 M777 榴弹炮实际上只是一种侯版火炮，全都拆除了美军标配的数字化侦察、指挥、火控系统，只保留基本的传统光学瞄准和火控系统。分析指出，没有先进炮兵火控体系的支持，没有足够的调运直升机 ，M777 就只是一门性能极为普通的155毫米牵引式榴弹炮。而且是一种火力和作战性能很差劲的牵引榴弹炮。那这种榴弹炮啊，现在进入乌克兰已经有很多视频了啊，已经看得出来它拆除了很多重要的装备和设备，所以说啊，它对于这个火炮它的很多这个效能是大大降低了。所以说这批武器装备啊进入到乌克兰，只是为了进一步维持住现在乌克兰的这个军队的主要作战能力，但是这种维持作用呢还不可能特别的持久，它要提高整个乌军的作战能力这个是不太可能的。另外，美军的 AN/TPQ-36则是一种老旧的武器定位雷达，旨在探测和跟踪来袭的火炮和火箭炮，以确定敌方炮兵阵地的位置，最大探测角90度，同时可在最大距离24公里范围内组织10种不同火炮从不同地点发起反击。这样一来，就能够避免前线部队和装甲长时间暴露在敌人迫击炮、火炮和火箭的攻击之下。而相比之下，近2年美军采购了性能更好的 AN/TPQ-53雷达，探测距离更远，探测精度更高，并且能够进行360度监视。AN/TPQ-36这种反炮兵雷达也是一种非常初始的非常比较老的一种装备，1981年就已经装备了。那这种呢，主要也是针对迫击炮对对方的迫击炮进行弹道测算，进行反炮兵作业。它是一种最初步的最便宜的。它对于这种重炮榴弹炮、加农炮弹道低深的，它效果是特别差的所以说这种比较初级的装备给乌军呢，也不可能去提升乌军的实际战力，也只是维持现在的战力。不过，乌通社5月20号报道，美国正在努力向乌克兰军队提供先进的反舰导弹，以帮助乌克兰打破俄罗斯的海上封锁。美方可能提供的是2种强大的反舰导弹：波音公司的鱼叉导弹，以及康斯堡和雷神技术公司的导弹。他们可能由美国直接提供，也可能通过拥有此类导弹的欧洲盟友提供。这种武器可以击中最远250至300公里的目标，这将使乌克兰更容易攻击俄罗斯的黑海舰队。
就乌克兰目前它对俄罗斯的军舰的打击呢，主要是用海王星，而海王星的岸对舰的导弹呢，它的精度不是很高，还有呢射程也不是特别远。那么如果使用了美国的鱼叉，可以使它从岸对舰的这个距离啊大幅度的增加。还有一个呢就是精准度可以大幅度的增加。再有呢就是它要收集到的这些卫星的情报或者是飞机情报的这个数据链呢，和美国和北约的这个数据链呢是通用的，可以使它实时的跟踪监视海上的目标，就是快速的打击海上的目标。